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政客和媒体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花样百出，尤其是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扭曲报道，甚至大放厥词。周二，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刊文，企图洗白英媒在涉华报道上的扭曲。分析认为，在脱欧加上疫情的双重冲击下，转移视线、甩锅中国成了英方的一张牌。不过，英方一边频频抹黑中国，一边又大喊要加强与中国合作，这种两面派做法真的能够走得通吗？来看看报道。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日前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上刊发了一篇文章，为那些在报道涉华新闻时不断歪曲事实和扭曲真相的外媒洗地，称这些外国媒体并不憎恨中国，而是充满诚意地在监督政府。大量中国网民很快就指出，这位大使是在偷换概念，将新闻监督与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存在的大量恶意歪曲事实的操作混为一谈。有媒体就发现，当中方辛苦搜集证据，对西方片面报道或提问的信息进行澄清和说明后，他们有时也会直接对这些不利于他们报道倾向性的信息装傻。在简化、歪曲乃至选择性省略中方给出的重要信息后，相关媒体接下来就开始请出了西方那些天天在媒体上抹黑新疆问题的人，给他们大量的报道版面，开始任由他们妖魔化中国。这也造成了很多涉华新闻无法被客观报道。其实我们看英国驻华大使他的相关的表态，不光是在为英国媒体在进行开脱，同样的也是在为英国政客、英国政府在进行开脱。从此前的发散负面信息，避免平衡报道，以这种负面来压倒正面，到现在的这个完全来编造一些这个不实的消息，甚至呢是对中国进行抹黑。其实这样的一个质的变化，反映出的是西方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他们的这种焦虑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在对华进行报道的时候呢，立场会更为偏颇，甚至已经超出了大家的底线。近期少数西方媒体热炒所谓新疆种族灭绝，这样的谎言究竟是怎样被炮制和散布的？2月18号，美国独立网站灰色地带发表题为《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种族灭绝的指控基于数据滥用和其右翼分子毫无根据的断言》的报告，驳斥了德国人郑国恩对新疆种族灭绝的指控，称郑国恩为右翼宗教极端分子，其相关研究是公然的数据滥用和捏造。24号，该网站主编马克思·布鲁门萨尔接受 CGTN 主持人刘星的独家专访。他告诉刘星，通过法医式的剖析郑国恩的报告，可以发现他的结论不堪一击，甚至可笑至极。然而，这些煽动性的结论却被美西方政府、议员、主流媒体大肆引用。Only shows an elderly couple being visited by a free medical clinic and receiving free medical care that I think many of my neighb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yearn for. They're surrounded by elderly people. I don't see anyone in the photo who is of childbearing age. And Zentz cites this photo as an example of coercive birth control measures and mass surveillance, which really goes to his own prejudice. It appears that he sees any effort at free healthcare and government outreach and govern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as evil, along with birth control. 郑国恩的研究既然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还有西方国家级电视台采访他？甚至连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赞同这种种族灭绝理论。布鲁门塞尔表示，这恰恰点出了美国媒体的不堪。这些被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步调一致，整个媒体行业像是在为某个政权服务。当郑国恩这样的学者被某个公关公司或是华盛顿的智库推出时，没有人质疑他的受访资格。核查资历这个工作反倒留给了独立媒体，才发现他缺乏学术背景。And the data manipulation that he employs to advance a biased claim, and arrive at a conclusion which the U.S. government or hardline elements within it are seeking in order to block diplomacy with China. So he plays a very convenient and important role for a part of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that seeks escalation with China, and that's why he's been given a free pass. And 而国外媒体对新疆扭曲报道，还源于对新疆事务的无知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英国《卫报》近期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维吾尔族流亡人士领袖称后继无人》的文章，以当事人讲述的形式报道了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人社区领袖的故事。这篇文章不仅借这些领袖之口诬称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人受到恶劣对待，更在个别配图中公然展示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旗帜，并称所谓东突厥斯坦
坦共和国为历史上存在的国家。对于这些不实报道，中国驻英大使馆周二在致《卫报》的批驳函中严肃声明，此系对中国新疆历史的歪曲与否定，严重误导读者，也有损贵报声誉。中国驻英国使馆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该函指出，相关历史和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新疆地区从来不存在所谓东突厥斯坦，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当前呢，在涉疆的一系列的报道的过程中，其实西方媒体刻意回避的是反恐，以及呢以这个东突势力为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恐暴势力，以及呢给新疆带来的这种不安宁、不稳定，他们刻意在回避这些继承的事实，而以所谓的这种人权，或者是说呢以所谓的历史来进行美化、进行洗白，试图呢对这个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内政进行不公平的报道，也对这个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反恐的努力制造更多的麻烦和相关的障碍。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政客和媒体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花样百出，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大放厥词。英方这股对华敌意究竟从何而来？事实上，英国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月2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第4季度，英国失业率上升至5.1%，为5年来最高。脱欧也给英国带来很多麻烦。1月初，大约价值60亿欧元的股票每日交易从伦敦转移到法国巴黎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新交易平台，这些交易额重返英国的可能性极小。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分析认为，在脱欧加上疫情的双重冲击下，转移视线甩锅中国成了英方的一张牌。而且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在正式脱欧后似乎选择了全面倒向美国，把美国当成救命稻草。对华频频挑衅，则是英国对美国交上的投名状。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确实看到中国的不断的发展，很多的人呢不仅仅有所谓的羡慕、嫉妒、恨的心理，甚至呢有一些扭曲的心理，认为呢从这个人权的方面对中国进行挑拨，尤其是挑起中国的内乱，甚至可以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使中国呢遭受到巨大的损害。那么更不用说呢，近一时期随着拜登政府在这个人权价值观方面，希望呢与盟友之间产生更多的共振、共鸣，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呢，与盟友之间更多的进行沟通。也使得英国呢紧随美国的步伐，不断的挑起人权问题上的漩涡。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抹黑中国的前几天，曾在唐宁街与中国企业举行了圆桌会议，表示英国正寻求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并自称是狂热的清华派。这种所谓狂热清华背后，是英国政客不得不正视的对华贸易数据。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当年上半年，在前5大贸易伙伴中，英国仅与中国实现了双边货物贸易正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增长了17.2%。在疫情仍在英国肆虐的当下，中国对英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一边频频抹黑中国，一边大喊要加强与中国合作，英国这种两面派做法让人反感，而且显然走不通。中英曾在共同努力之下打造了双边关系的黄金时代，而如今就有英国学者坦言，由于英国为美国马首是瞻，中英黄金时代的根基已经消失了。这种做法呢，现在对于英国来说呢，还可能会造成英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些更长期的损害。这也是中国呢希望英方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相互尊重，最终实现合作共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对于外媒歪曲新疆人权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已经拿出抹黑中国的证据，让一些炒作者哑口无言。但他们为何死要赖账呢？海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呢，在报道本国的人和事的时候是非常的谨慎，稍有误差呢，可能就会打名誉官司，赔上一大笔钱。但是呢，在报道国际事务的时候，就把这个职业操守呢给忘得一干二净，更多的呢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而报道，不惜呢这个歪曲事实。这实际上呢也是媒体中的民粹主义倾向。传媒界呢用敌意伤亡，也就是对基本事实的伤害和歪曲，那么来加以界定。BBC 炒作的所谓新疆女子被强制绝育、摘除子宫的这个谎言呢，已经是真相大白，恰恰呢是为了拯救她自己提出呢要结账而发生的。这个事呢是在2013年发生的。那么真相大白以后呢，西方媒体还在继续的歪曲事实，避重就轻的炒作，而且呢转移到攻击女性的话题上，这实在呢是让人无语。
我认为呢，对有些在国际上产生重大负面舆情的报道，不仅呢要揭示真相，还应当发起法律诉讼。控告一家媒体对其的声誉影响极大，也会通过这个法律的诉讼呢，会进一步的澄清真相。那么套用对美贸易战时呢的一句流行语：我们不想打，不怕打，必要时呢不得不打。那么对于一些恶意抹黑中国、不讲职业操守的媒体和报道，那么打一场官司呢，或许比严厉谴责和反复声明呢要有用得多、有效得多。好的，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